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分类完的货，现在看得到右半边，大概就是我老婆的，那左半边这边呢就是我的，还有一些是我女儿的。开这样三个大包裹，总共就是30多公斤，开起来的状况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好，我们等一下先来做一个开箱咯，走吧。各位观众朋友，刚刚大概已经都先分类完，也把它大概先做一个拆封的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开箱咯。那我先开一下这个东西，这是小米的，这应该是小米的插座。来，现在把它打开。这个就是6个插座的版本，可以看得到，哇！可是它都是这种三个孔，是大陆的，可能我还要再去买个转接头过来才能用。好，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大陆的那种三只脚的插座。哇，都是3只脚了，都是3只脚的，到时候可能就是要去买一下转接座了，很可惜，不能直接用。这次买的2个小米的插座，这边还有一个我 miss 掉了，是一个米家防飞剑指甲刀，这个我想说还蛮便宜的，买来试一下。接下来要开这个是影视驱风，它里面买了一个，我这是看了很多人都有在用它的驱风灯，想说买一个来试试看。哎呦，它还附了2个影视驱风的标签。其实我也是影视驱风 Team 的粉丝，好不好？今天的视频有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开了他们家的驱风灯。驱风灯里面附了一个 Type C 的线，然后接下来就是驱风灯的本体。好，本体大概就是长这样，跟那个幽兰子的 VL49其实都长得很像。那听说他们是有做过一些改良的，所以说我之后试用看看。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好，这是驱风灯，然后我还买了它的一个小的脚架，应该叫做驱风小脚架。好，驱风小脚架就是长这样，驱风脚架搭配驱风灯。好，我把它组合上去，不错，驱风灯。搭配上它的驱风小脚架。再来看的这个东西就是接下来看的这个东西就是我 Sigma FP 的电池，那是在淘宝的 Sigma 官方旗舰店买的。那因为淘宝那边买的跟台湾的价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就还是在淘宝买，反正是电池嘛，应该比较没有保护的问题。把它打开来看一下，电池，因为我的 Sigma FP 是用 BP51，因为我这次也买了几颗副厂的电池，那之后可以替换着用。那我也买了一些副厂的充电器，等一下应该会开到箱，再给大家看一下。反正Sigma FP 的电池大概长相大家应该没有兴趣。好，我把它打开看一下，包装其实还蛮精美的，毕竟还是原厂。这就是电池的本体，它还附了一个皮套，小的皮套，还真是贴心啊！就是我们在带备用电池的时候，可以做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好，就是这样，皮套。接下来看到包装就知道，当当图书就是开箱一本书，书也没什么好开箱。那我大概知道我这次买的是哪一本。这次买的是《樊登说论语》的下集。那他之前的上集已经买了。那毕竟我有加入樊登读书会，每一周我都会听他一本说书的心得。那他之前有推了一门课程，就是《樊登说论语》。
那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他也推出了他的书。那上集已经买了，上集是学而篇，那下集是《论语先进篇》。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拿来好好读一读，可以完全颠覆你以前小时候念《论语》的那种想象。那房登的内容就是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那感觉随时都可以应用得到。好，很多场景哦。好，接下来开的也是一些摄影的小物。那这个的话，我看是那个 Small Rig 的手柄、滑槽、滑条、滑轨，还有那个我的兔笼的一些配件。好，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这是一个兔笼用的一个小滑块。这个是冷靴，买了好几个冷靴，因为我的兔笼上面会常需要这种冷靴去插一些扩充的设备，像麦克风电池啊、硬碟啊、萤幕啊这些，所以这个我也大概是买了2个。这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手腕的背带，它可以放在相机的侧边，不然我每次拿着那个手柄都很没有安全感，感觉都要施很大的力，不然很害怕它会掉下去。所以这个东西上一次就想买，对，它大概就是长这样，那可以把它绑起来之后，我就可以拿到相机侧边，这样子。很安全。好，这是买了一个快拆板系列 Faircom， 用在智云的我的那个叫什么稳定器上面的快拆板。然后这是一个套装组，小准快装，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让我的相机可以做一个快裁的功能，可以迅速的在可能是脚架或者是稳定器上面做一个转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装组，小准快拆套装组。然后之后这一套我可能再单独再跟大家做一下介绍，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的心得跟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顺手、很方便，可以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摄影的效率这样子。那这是我买的洋葱工厂的，算是有一个兔笼的一个应用配件，就是说，其实我的相机Sigma FP 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了，那它可以外接我们的2.5寸的 SSD 硬碟。那我之前买的 Small Rig 的它那个硬碟架，其实不是很好用，因为它把它锁上去之后，整个硬碟就固定住了。那洋葱工厂的出的这一款，它是一个活动式的硬碟架，它可以把它做一个90度的翻转，其实就是如果它今天挡到我们的按键，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翻转，也可以顺利按得到我们的按键这样子，所以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提示器，那因为如果你想要很认真的做一个 YouTuber， 那你经常会有一些谈话性的内容，那你可能是需要提示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提升你的整体的一个录制的一个效率。所以说，因为这款也是刚出没多久，在对岸的评价也都还蛮高的，所以我想说就买一款回来试试看哦。好，我大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再做一个详细的评测这样子。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活动式硬碟架，活动式硬碟架大概就是长这样，可能到时候可以把它锁上去我的兔笼，它可以做一个活动，其实是还蛮方便。之后装上去再给大家看一下。那我还买了一个支撑架，因为平板的重量比较重嘛，所以我想说再买一个支撑架，把整个平板的重量给支撑起来，让它前面那一个脚架那个放手机的那个座子的承受的重量压力才不会这么大，怕到时候断掉就好笑。所以这个提示器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长相大概就是这样子。它附了一个盒子，好，那配件的话，可能就之后再做一个说明了，因为其实它附的东西还蛮多的，包括了一个相机的镜头转接环这样子。好，现在看的这个就是之前买了好几根易来的那个 LED 灯，
那因为后来带回去给我妈用，其实它的一个效果还不错，所以后来又买了几支，包含了40公分的、20公分的，还有最长的60公分的。好，有几支要带回去给我爸妈用，所以其实真的还是不错的一支灯 ，CP 值还蛮高的。大家可以去那个淘宝的易来官方网站可以看一看这款灯，真的很不错用。那因为我使用这一款灯也使用好一阵子了，那我主要的使用场景就是会在家中可能光线比较不足的地方，比方说像是后阳台，像我后阳台我摆了一根这种60公分的，那它可以很好的捕捉到后阳台的一些死角。比方说，因为我老婆在洗手台洗衣服的时候，那边可能就是灯光的一个死角，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摆一支这样的一支灯，帮忙做一个补强的一个照明，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长的，就是长这样子。那它是用 USB Type C 就可以做一个充电，那其实它有附一个吸板，你可以粘在墙壁上，然后再把它吸起来，就可以做一个吸附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它粘起来，不管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再来呢，这一样东西其实我也期待很久，然后因为我预算没那么多，所以可能就是只能买一些比较入门款的东西。这就是一个迷你的滑轨，那其实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牌子的自动滑轨，那其实它价钱其实都还蛮高的，所以说，因为我只是想说试试看滑轨的一个到底好不好用，当然是好用。那我买的这一款是应急的迷你的 slider， 它非常便宜，我记得台币不到1000块而已，就是这样的一个迷你的手动滑轨，而且它又很小，可以随身携带，很方便。好，我现在大概打开看一下。打开里面可以看一下，里面就是一个它的迷你滑轨的本体。大家可以看到滑轨的本体就是长这样，看，它其实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红色的旋钮，可以调整它的阻尼感。让它比较重一点，再把它转松，其实还蛮划算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咯，反正它也没多少钱，买一个来试试看。这边还有一个盒子，它附的云台，其实这样的价钱还附了一个云台，真的 CP 值超高。这应该是一个3维的云台，可以锁附上去这样子。接下来开箱一个之前上次淘宝买的时候，我买一堆那种壁挂的架子。它附了一个叫做带钉胶的东西，其实感觉还蛮好用的，粘起来的粘性也非常够，所以我这次又特地又订了蛮多条的带钉胶，就是不需要钉子就可以牢牢的把你那些挂钩可以粘在墙壁上，像这个带钉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我觉得这个带钉胶粘的真的很棒，对，我买了蛮多条。大概买了2、4、6、8、10条，好用啊！强力推荐大家带钉胶，强力推荐哦。刚刚有开箱到一个 Sigma FP 的电池，那我刚刚有说我买了几个副厂的电池，然后还买了它的充电器，应该就是这个，这个充电器，然后。好像副厂的电池，里面是电池，我记得只买2颗啊。好，看一下，这个是电池，我买那么多颗吗？副厂真的很便宜，跟原厂比起来，而且它还附一个这样的壳子，还蛮不错的。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BP51，很棒。然后再加一个双电池的充电座，这原厂好像没有出它的充电座，都是副厂。
空间桌大概就是长这样，很不错。出门在外的时候还可以，电池没有电了还可以接上充电宝，赞。啊，大概就是这样。开箱我女儿的玩具，这是我买了一个网红泡泡机造型，小猪的造型，而且是相机的哦，相机造型。好，我们来开箱看一下。好，附了一罐泡泡水，可是好像被倒光光了。哦，要加满水，这边有写要加满水。可是这种太不 make sense 了，所以我就是买了很多这种粉末拿来泡水，买的非常多，非常多，真的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到，多到一个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因为我女儿真的很爱玩泡泡，所以我就是在淘宝买了很多泡沫，这次肯定要让她玩到手都软掉。好，这就是小猪泡泡机本体。前面呢，这叫什么？泡泡机浓缩泡泡水，泡泡机浓缩泡泡水。那它的使用方法：剪开泡泡浓缩液包装袋，然后把它倒进泡泡瓶中，1:5至1:8的配比加上清水，再均匀搅拌就可以使用，可以安装在泡泡机上面使用哦。好，我们来看泡泡机。等一下我女儿回来一定爱死这一台泡泡机了。哇哦，这就是小猪泡泡机，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哇，小猪泡泡机，它还附了一罐小瓶的泡泡水。泡泡水哦，好小一点。好，我们来看这是小猪的本体。这个小猪哇，真的很可爱，有一条线可以把它绑起来。好，它两边是装电池的，应该是4号电池吧。好，4号电池装上去就可以开始吹泡泡。好，等等给我女儿一个惊喜。再来，这个是我女儿的小帐篷。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啊都很喜欢在那个小帐篷里面啊，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小小的世界，然后就会很陶醉的在里面。所以我想说，这个其实淘宝买也不贵，所以买了一个旗舰套装组。我会把这个图片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链接我会放在下面哦。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套装组，所有东西都有在里面，包含了你看现在这个应该是个地垫。那这就是 Elsa 冰雪奇缘，还送了一只雪宝，对，真的是很超值，这个价钱。然后这个东西，我晚一点把它装起来，可以再拍给大家看。Elsa 组起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图片长得这样子，真的很棒，可以把它组到我们的室里面。最后，我来看一下我的相本。这个就是我们在淘宝去年双11期就订了，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制作这个相本，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台湾也有，可是台湾的价格就是非常高。那我们那时候在双11淘宝店挑了一家，这一家评价是号称淘宝第一，价格真的非常便宜。那我也不知道他做的品质怎样，那我们一起来开箱吧。哇！品质还不错。其实我们原本只订了1本，那后来因为我们照片实在太多，我女儿1岁做1本，2岁做1本，因为原本是想要做1本，1岁到2岁，可是真的不够，照片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后来又补了1本，所以可以看到，哇，这封面真的是看起来质量还不错。我先把它拆开。做这相本其实也是有缺点的，虽然它便宜。那当初因为它的网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相隔两岸的关系，它的网络速度非常慢，所以说其实我们那时候做了1本就做了非常久，要花蛮多的时间上传这些照片。对，所以其实是要有耐心的。那其实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占了这么便宜的价钱，那做出来的项目品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资料。哇，资料其实还不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就是这样的一本相本，我记得1本台币大概只有400-500块而已。你看它做出来的整个质量，摸起来我是真的觉得还不错哎。做了好多照片，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总共做了2本，所以这就是相簿，还不错。
真的很值得纪念。看到这样的相片书，其实都觉得当初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哇，真的是很棒。哇，真的是很值得记忆啊！像这样的书，可能每年至少得做一本。可是我现在拍片比较多吧，拍照比较少，所以之后还是努力多拍点照。好，推荐给大家咯。我的部分大概就先开到这里了，剩下都是我老婆，看她要不要来开一下给大家看。